大家好，我是戴眼镜拿着话筒的拉撒偏偏，今天给大家分享一部非常神奇的剧，也是偏偏从3年前就想做的压箱底的专栏，那就是由《黑客帝国》、V 字仇杀队以及云图主创、好莱坞大名鼎鼎的沃卓斯基姐妹制作的科幻悬疑美剧《超感猎杀》。这部剧不仅人物众多，而且其中的关系和原理错综复杂，一开始看可能会觉得莫名其妙，但不要慌，偏偏带大家见识过这些人的生活和羁绊之后，保准你不自觉大呼过瘾。我们先从一场离奇的自杀开始进入剧集。某天深夜，一个破败的教堂里，有个狼狈的金发女子在废墟里痛苦地抽搐着，我们就管她叫露西。原本露西一个人独自抽搐，不一会儿，她身边出现了一个卷发男子在安抚她。我们管这个男人叫乔哥。在观众视角里，乔哥时隐时现，似乎只存在于露西的想象之中。除了乔哥，金发女孩看到了许多其他人，而这些人也分别看到了她。这8个人就是本片的8个主角，咱们可以叫他们超感8人组。在后续剧情里，我会为大家一一介绍。8个人都惊异于眼前的景象，但他们只能与露西隔空对视，却无法与乔哥对视。不一会儿，露西身边又多了一个白发白须的大爷，我们管他叫白大爷。白大爷就发现了露西在 giving birth， 也就是生产什么东西，具体生的啥咱们暂且按下不表。你只要知道白大爷是来抓露西的，只是他的幻象先本体一步到来，跟露西进行了对峙，但露西宁死也不愿回到白大爷的手下。乔哥离开后，露西举起了手枪，这并不是他唯一的一次反抗，却是最坚决的一次。现实世界里，白大爷本人终于姗姗来迟。Put the gun down. No. Stop her. 小白是芝加哥的一名警察，他在梦中目击了女子被追捕并自杀。醒来后，邻居家的音乐声震耳欲聋，小白只得上门提醒，却并没有人回答。无奈之下，小白只好破门而入，隔壁竟然是空的，那么音乐声从何而来呢？我们先在这里中插一段解释。命案现场的露西、乔哥以及白大爷，他们都是通感人。何谓通感人呢？也就是像开头他们表现的那样，虽然没有处在同一个空间，却能感受到对方环境里正在发生的事，两人之间产生了相同的感觉和情绪，这就是所谓的通感，就相当于一个不需要通讯设备和网络的视频电话。通感比视频电话更厉害的地方在于，通感人之间还能实实在在的有嗅觉、味觉，甚至触觉上的感应。而露西在临死前看到的就是他创造出的一个通感小组。估计白大爷说的 giving birth 就是生产通感小组。按照剧中的设定，一个通感小组内的人可以互相感知，也就是群聊，但通感人和其他不属于自己组内的通感人也可以进行单线联系。更厉害的是，通感的作用不限于视频通话，因为有了身体上的相互感应，组员之间还可以互相承袭各自的技能。可能现在乍一听还不好理解，随着故事推进，通感的神奇之处会一一摆在大家面前。露西的死似乎触发了他死前所见的通感小组，朋友们自从看见濒死的露西之后，纷纷开始了他们的通感之旅。而首先与小白产生通感的是远在伦敦搓碟的 DJ 小蝶。小白听到的音乐声其实就是小蝶的手笔。小蝶出身冰岛，老爸是资深音乐人，四舍五入，小蝶也算是子承父业。在业内工作的他，认识了不少狐朋狗友，最近新认识了一个发际线有点危险的中年帅哥。此人的真实身份其实是个毒贩，小蝶自然不知道通感为何物，只是深受通感幻象的困扰，头疼不已。他全当着自己嗑药嗑飞了，使他幻觉越来越严重，甚至魂穿到了美国的彩虹游行现场。来自美国旧金山的糯米是个牌量调顺的黑客，他的对象是另一个牌量调顺的妹子黑米，俩人都文理兼修，不仅是理工科学霸，还热爱谈诗词歌赋、人生哲学，同时也非常热爱于做运动，每天在家里做的那种。通感带来的幻象也影响了远在墨西哥的性感男星皮特。自从看到露西自杀的景象，皮特的状态一直不太好。他趁休息时间在房子上找感觉，结果把自己给找躁动了。皮特自然不会知道，他之所以躁动，完全是因为糯米正在和自己的女朋友黑米在床上做运动。同组女演员前来探望，一眼就看出皮特有什么难言之隐，准备出手帮他解决问题。别看皮特长得渣，却十分专一。他说自己早已心有所属，非常严肃地拒绝了女演员。在一场盛大的电影首映礼，皮特带着美貌的女明星朱莉出席了活动。两人已经不是第一次一起走红毯，媒体对他们的关系也有了各种猜想。看来这个朱莉就是皮特专情的对象。首映礼结束后，皮特和朱莉手挽手溜达到了朱莉家楼下。朱莉邀请皮特上楼一起看个夜光剧本，可没想到皮特竟然又十分严肃地拒绝了朱莉。朱莉一听都蒙圈了，追她的人从墨西哥派到法国，拒绝她的这还是头一个，整得她还有点小兴奋。正直的皮特果断滚回了自己家。Are you awake? I am now. 好家伙，万万没想到啊！皮特的专情对象不是朱莉，而是藏在家里的这个1.8米楼台湖性感老爷们儿。
皮特在片场经历的也不是难言之隐，而是难言之隐。我们就管这个老爷们儿叫胡子哥吧。为保护自己的职业生涯，皮特目前还没有公开出柜，而朱莉只不过是皮特找来掩人耳目的烟雾弹。但因为魅力太盛，看来朱莉是真的对自己有意思。皮特决定换一个不那么难缠的人打配合。然而到了半夜，朱莉竟然自己拎着酒送上门了。面对床上赤身裸体的猛男胡子哥，皮特一时不知如何是好。但眼瞅着狗仔都跟过来了，皮特只好让朱莉先进来。进门之后，朱莉完全不顾皮特的再三推辞，宽衣解带直奔2楼。看到眼前这一幕，朱莉的喜悦俨然大过了惊讶。Fan-fucking-tastic。原来朱莉竟然是个资深腐女。相比于跟世界上最性感的男明星搞对象，朱莉更喜欢看2个性感的男人搞对象。于是她迅速单方面定下了一个大计，那就是作为皮特的绯闻女友，掩护皮特胡子哥。This is like a dream come true。胡子哥也是够憨的，你说能得到啥？当然是能磕到真的。聊完皮特、胡子哥还有朱莉这吉祥3宝，咱们再来看看其他偷感人的生活。来自非洲肯尼亚内罗毕的小巴司机小黑，从小就崇拜动作明星上个云顿，就连自家的小巴都包装成了上个云顿主题。天生乐观的小黑也看到了露西的自杀场面，有时他也会在通感的作用下误入其他人的生活。但家里尚有患艾滋病的老母亲需要养活，而且如今大家都偏爱 DC、漫威，对上个云顿这种老牌明星兴趣不大。小巴生意也不怎么景气，小黑的日子并不好过，有时还会遇上用食物代替车费的低保户。原来身处韩国首尔的财阀家长女裴斗娜娜姐也和偷感小组呼应上了。娜姐是个空手道高手，除了看见了远在牛罗毕的老母鸡，娜姐曾在练功时看到过露西自杀的幻象。被偷感幻象困扰的同时，家族企业的财务似乎也出现了问题。而且明明比自己的弟弟有能力，娜姐却因为身为女性在商界备受歧视，这2件烦心事在她心头挥之不去。来自印度孟买的卡拉是餐厅老板的女儿，在一家知名制药公司上班，即将踏入婚姻的围城。她的对象就是这家公司老板的大公子。大公子帅气多金，温柔浪漫，是十分理想的结婚对象。然而卡拉却不那么确定，因为她并没有爱上大公子。这天出门前，卡拉在冥冥之中听到了雷声，准备带伞出门。殊不知，他听到的其实是来自德国柏林的雷声。真正经历雷雨天气的是一个柏林的黑帮小子，因为他又能打又会开锁，我愿称他为索尔。索尔的爷爷是柏林赫赫有名的黑帮头目，因此他的葬礼十分隆重。索尔的爸爸早年也是帮内的重要干部，可惜今年早逝。索尔的叔叔就让索尔去看看自己的父亲，反正已经到了墓地也顺路。索尔非常孝顺，乖乖的带着大礼去看老爸。看来索尔跟亲爹有什么过节，导致老爹死了，索尔都不放过他。传说索尔的老爸是世界上最厉害的锁匠，但他之所以被抓，是因为他试图打开一个名叫 SD 的保险箱，而索尔和好兄弟受到的下一个目标正是这个 SD 保险箱。之所以挑战这么高难度的项目，一方面是为了里面的大钻石，另一方面也是为了给堂哥一个下马威。堂哥是索尔叔叔的儿子，非常嚣张跋扈，看不上索尔和瘦子，声称自己要干一票大的，拿下 SD 保险箱。索尔就想挫挫堂哥的锐气。入夜，2人先堂哥一步，轻车熟路的潜入存放保险箱的地方。这本来是要注意力高度集中的情况，索尔却和出警的小白产生了通感，听到了警笛声。排除警笛呼啸带来的杂念后，索尔花了将近1个小时，还是没能打开保险箱。眼见时间所剩无几，索尔竟然打开了电视，准备休息一会儿再干。电视里正在播放一档歌唱选秀，索尔想起小时候参加文艺汇演，本来就很紧张的他，不仅没有得到鼓励，反而换来了父亲的嘲笑。回忆起糟心的过去，索尔决心说啥也得拿下保险箱，打败自己的老子。时间一点点流逝，堂哥一伙人也在奔赴现场的路上。索尔终于在最后关头打开了世界上最难开的保险箱，2人迅速拿走钻石，还现场。索尔是顺利逃脱了。我们再来看看接到枪击事件通报出警的小白。抵达现场后，小白发现双方火并的受害者竟是一个黑人少年。小白带着少年赶往最近的急救中心，急救中心却拒绝收治，理由是枪伤会分配走大量的医疗资源，耽误救治其他病人。而且在医生看来，从小参与黑帮斗争的孩子，就算救下来，长大也不会有什么大出息。不过看在小白心诚，医生还是破例收治了少年，但也向小白发出了灵魂拷问 ：If he lives and he kills someone, let's say a cop.How you gonna feel about that? 其实听到小白出警的不止索尔一人，经常一脸忧郁的 DJ 小蝶也注意到了。为缓解通感引发的偏头痛，在毒贩的撺掇下，小蝶接触了非常让人上头的玩意儿。这一个上头就加强了他和小白的通感，他仿佛就是小白本人。小蝶跟着小白回到警车上，很快警车路过一栋废弃的建筑，他们这才发现梦中看到露西自杀的废弃教堂，原来就在小白所在的城市芝加哥。
尽管他们确信露西就是在这个地方引弹自尽的，但现场没有血迹，除了一盒毒品，没有其他可疑的痕迹。小蝶和小白的通感没有间断，他跟着小白一起进入了这个空间。两人不仅感受到了对方的存在，还看到了对方的虚拟形象，并且隔空进行了对话。需要注意的是，在隔空对话的时候，他们能同时感受到自己和对方所处的环境。还没来得及感叹这件事的神奇，意外就把小蝶拉回了现实。原来狐朋狗友今天此行是要撬走毒贩的毒品和钱，毒贩的朋友没有轻易狗带，又发起了反扑。本来就是来陪玩，结果见着了混战的小蝶，一脸蒙圈。他下意识地带着毒品和钱跑路，也中断了和小白的通感。其实，在与所有人的通感中，小蝶和小白是最紧密的。在莫名经历枪战回到家之后，试图洗去身上血污的小蝶和同样在洗漱的小白再次有了通感，俩人就这么坦诚相见了。而见过露西自杀以及凭空出现的小蝶之后，小白更加恍惚了，甚至连他救的黑帮少年都觉察出了他的不对劲。两人聊起了伤痛的过往。原来小白小时候也和少年一样，是街头帮派的一员。尽管白爸自己就是警察，也管不住调皮捣蛋的儿子。直到白爸经办了小女孩萨拉的失踪案，萨拉失踪以后，小白却能时不时看到他的幻象。虽然父亲只当使儿子魔怔了，但案件却在小白心中生根发芽，促使他走上了做警察的道路。回到警局，小白想到，既然已经确定了露西就是在那座废弃教堂自杀的，直接查监控不就完事了？然而警局的资料中，案发当天5点半到7点半的监控被删了。值得庆幸的是，监控拍到当时有一个目击证人。更离奇的是，不久之后，华盛顿派国土安全部特工前来，要在芝加哥通缉一名嫌疑犯，那人正是小白在梦境中见过的乔哥。怀疑人生的不仅有小白，卡拉虽然不喜欢大公子，但也就不明不白的走到了订婚这天。典礼上，大公子为他准备了一份大礼，这我是真没想到，就没有印度友人跳不起来的场合，而且跳着跳着，男方女方居然集体 battle 了起来。长达5分钟的集体飙舞之后，卡拉被眼前的虚假繁荣迷惑了双眼，心跳也越来越快，觉得大公子的确是个不错的结婚对象。其实卡拉心跳加速，完全是因为远在柏林的索尔正在和一个妹子进行生命的大和谐。抽完事后烟，索尔带着妹子去吃印度菜，也是因为和卡拉产生了通感，隐约闻到了咖喱味儿。吃完饭，索尔明确和妹子表示自己现在并不想谈恋爱，转头就因为通感看到了卡拉，相信他们俩在将来也会有一条感情线。花开8朵，各表一枝。再来看看美国旧金山的女黑客糯米。在认识黑米以前，糯米非常胆怯于公开参加支持 LBGT 的彩虹游行，具体为啥呢？咱们后面再说。但与黑米长期相处之后，糯米第一次下决心大大方方游行一把。游行途中，黑米骑一辆摩托带着糯米，糯米却与人群中的乔哥对视了。他想起幻象中露西自杀那天，露西身边的正是这个男子。糯米一时分不清现实与虚幻 ，CPU 过载从车上摔了下来。糯米被送进了医院，重症监护室。黑米不是法律意义上的家属，因此没法近距离探视。母亲和妹妹围坐在床边。How are you feeling, Michael? My name is Nomi. Oh, I'm sorry. Your mother's been calling you Michael. 等等，管女孩叫麦克，爹妈咋想的？原来糯米本是男儿身，长大之后通过手术才变成了女娇娥。这也是为什么她以前不敢参加彩虹游行，因为一些女同性恋认为她发表的一些言论模糊了同性恋、双性恋以及跨性别者之间的区别，因此十分排斥她。糯米这才觉得在彩虹游行中格格不入。医生经过诊断，得出了糯米脑子有病的结论。如果不马上进行手术切除她的脑叶组织，糯米活不过半年。尽管被诊断出脑子有病，但糯米自己却并不迷信医生的判断，因为一切都太诡异了。自从他摔下摩托，身边全是他不熟悉的人和事，包括母亲、妹妹，也没干啥正经事儿，跟医院签署了协议，同意医院软禁他，还为他吃下可疑的药片。这天，糯米正绝望地盯着窗外，乔哥的幻象再次出现在封闭的房间里。他告诉糯米，你压根就没病，幻象是因为通感，不赶紧逃才是真的完犊子了。入夜，一直在摸索糯米方位的黑米终于拨通了糯米房间的电话。医院不仅对糯米进行了软禁，还在他的楼层安插了许多保安，这里面明显有问题。糯米一方面害怕做手术，另一方面也害怕自己是真的脑子有病。然而黑米的一席话安慰了糯米。原来游行时糯米看到的乔哥并非幻象，他晕倒前用手机记录下了乔哥盯着自己看的样子，因此黑米确信乔哥是真实存在的，并非糯米缔造出的人物。在乔哥看来，想救糯米出去就得发动群众的力量。在旧金山目睹糯米摔伤后，他很快赶到芝加哥找救兵小白。见到小白就单刀直入，声称小白之所以能跟露西产生通感，是因为小白就是由露西生产出来的，还准确地描述出小白产生通感之后的各种反应：头疼、莫名其妙地误入他人的生活，还能与他人感同身受。乔哥还告诉小白，远在旧金山的糯米正需要他的帮助，就像当年的小女孩萨拉一样。且不说小白到底是小白他妈生的还是露西生的，作为一名警察，小白的第一反应，乔哥是政府公示的逃犯，那就得抓呀。虽然身手不及乔哥矫健，小白还是不屈不挠的开车追了上去。然而在追逐当中，小白和乔哥竟也产生了通感，乔哥直接坐在了小白身边。如此紧急的情况下，乔哥还不忘给小白科普。Yes, the connection flows both ways.
估计看到这儿，大家也明白了，客观世界里的确是小白和乔哥一人一车，但在小白和乔哥的感官世界里，他们可以彼此感应，就像坐在对方身边一样。虽然乔哥说的话，小白一字不落的听进去了，但他还来不及处理这些信息，无法判断乔哥到底是好是坏。